我在桥上看风景，桥下的人在看我。你那时候想干嘛？做披萨。对呀、因为乔爷太想吃披萨了。对呀、太想送披萨，做披萨，吃披萨，吃披萨，那老板就被我们吃怕了。你应该感谢这个老板。哦，这让我把嘴开了点。你下一下吧。我真的吓一跳。你问他，我跟他讲，他可能明白。我这样活是可以的。谁说不可以？你告诉我谁？我自己说的不可以。表白哈，我就表白。忘记买花了，在一起，在一起拼会老太婆，因为也看。因为那天我如果不追上去，他可能就去了南美洲。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哎，是我总结的，就是说，强迫症患者有啥方法？因为我抑郁过，对吧？也就是我经历过，我觉得人生最低的那个点之后的一个豁然开朗。我会发现，从人的一个纵观的一个深度来说，他每一天在变好，你自己觉得你在变好，在现在的自己是你自己认可的、喜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以前所有的经历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不管是好事坏事啊，甚至于是坏事，他坏事可能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坏事的发生，它其实某种程度让你引到了一个你现在的自己。那么可能我以前经历过的这一段事情，它不一定是坏事，它就是我人生一段经历。何止是经历，也许是一个契机，也许是一个转折，对啊，就是某些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点，你觉得你怎么样都觉得很遗憾，怎么样，为什么会是一个坏事？对，好像是个坏事，但是可能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最后变成了你现在的一个你喜欢的自己。就像我老说的，就是我们每一条曾经的路都不是白走的，都不是白走的，哪怕那个时候你觉得走这条路走得很冤枉，就像我一度在过去10几年里面，我一直觉得我以前的老板是 PUA 我，以他的利益为主，然后再利用我，但是今天我会觉得说我很感谢他当时 PUA 我，是我认为的 PUA， 可能他也不是这么认为啊。然后我今天得到的很多的福利，我今天所拥有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经过了那一段很痛苦、很痛苦、很煎熬的很多的磨练下来。没错，所以我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会说，我每一段路我都没白走，我都 benefit 到了。好吃吧，花生？好吃的要死！花生上桌是要引你们说话的。一粒花生米讲10分钟，要算一算。算了，我们这个现在一把在吃。我们现在这几个，我们是抢着说话，一个个还要排队。阿婆要维持一下秩序。我要维持一下秩序。那个，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想一想，你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遇见的那个人有没有？你认为你排一下序。这个我可以马上回答。好，那花先来。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2个人，一个把我带进这个行业的师傅，一个到现在还在不停的帮我的一个师傅。就这2个人，我觉得是太重要了，在我人生里。把我引进来的那个师傅，反正我当时最早，我是跟他打工嘛。当时花花还在学生的时候，能够打到的工。收入还相对稳定，就是装修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业。对，我们当时所有旁边的朋友都很心疼他，这么瘦，这么弱，这么薄，这么可怜，做这样子的事。对，然后就要做体力活，看他就是一些护具、手套也好，鞋也好，就是怕让他受伤嘛。我们在旁边都会看得到，虽然我又不讲什么，但是心里面会觉得说，好辛苦。是。说实话，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心理上也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过渡，因为我自己学 IT 的，所以我本身没有把做这件事情作为我以后收入的补充，我真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为了活下去，对，真的是为了，因为半工半读嘛，我为了那个，我相当于做这一行的第2个老板就是他。那第1个老板呢，这实际上就是做了没几天，这老板就
不做了，就说后面没公开了，就是他是属于他自己有一天有功，有一天没功状态，那我这跟不了啊，对吧？所以就那个就是一开始跟着他学油漆，一共就3天，那我就再找就找到他。第二个老板，然后他上来问我，做过没有？我就实话跟他说，我说说实话，我就做过3天油漆，也算是做过，有加拿大经验的。我说，但是我肯学，你只要愿意教我，我一定很卖力的学。他觉得我还蛮诚恳一个人，就不会上来就是乱吹我做过什么什么，然后他说那你来吧，然后我到他那边，哇，我过去就惊呆了，就因为当时这个时候华人做商业装修是很少的，一般都是你跑的都是这种草头班子做什么帮人家家里弄啊就好了。不可能有看到什么做餐馆做什么，很少看到的。商业很难，很难那时候。它难在哪里？商业它因为有 building code 有各种东西嘛，就规矩特别多，规矩特别多，它复杂。而且那个圈子当时，华人圈里做大部分都是香港的那些老移民在做这块。真正的那个就是说你刚刚就说。移民过来的其他那些新人是很少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Downtown 那边 Robinson 上当时有大量的韩餐是他做的，我去的时候他是在做那个海边是专门做一个西餐馆，那个老外的西餐馆，然后我进去看全部都是西人，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正式，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我能学到东西，我就算学不到东西我练英文都好，对吧？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跟他学。起点很高，起点之后主流的，对之后呢，我就越来越发现是很多东西让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比如他的人生经历，我就觉得他来的时候就是拎个包来，什么都没有，然后也是报纸上看了广告就去找一个装修的活，帮人家打工，然后呢，他找的那个老板。比我那第一个老板还不靠谱，就那个店铺都还没做完，老板卷了钱跑路了。装修那个店面但他那个他是丽晶广场里面一家小店，小的一家 food court 这种，做了3个月，工资1分钱都没拿到，然后老板一直跟他说，之后就给你结，然后呢，结果突然一天，老板跑路了，人都找不到了，正常人反应是懵的嘛，那接下来怎么办，对吧？他第一反应是跟我们完全想法不同的，他说这是天赐良机，机遇来了。哎呀，然后我就很好奇什么机遇来了。他说 food court 的那个老板娘，然后他就跟他谈，他说对我那个装修的老板跑路了，他说我知道啊，我还在找他呢。然后你不会是来问我要钱吧？跟我没关系啊，你记着。他说不，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我说你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件事解决掉？他说怎么解决啊？这3个月你都看到了，全是我在做，对，是你在做，那所以你这个整个项目全部做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能帮你把工程做掉，我有这能力完成，对，我一定有这能力完成的。然后老板娘说这我相信，他说那这样谈个条件，我帮你把最后剩下这些做完，让你顺利能开业。就是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我打断一下，也就这个老板原来钱已经付给那个，已经付了，全付完了，他拿了钱卷钱跑掉了。他不想再拿出钱来付，对他也没钱了呀。那时候钱都是预算好的，没有多余钱的。你后续的工程他已经没钱。对，我帮你做完，我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给我配工具。我没工具我做什么？因为这工具都被老板拿走了呀，对吧？老板连工具都拿了，整车，他那工具天天就车过来就去嘛，什么都没了。他说这没问题，我给你配工具。他说配完这些工具，你店做完了，你应该这些工具也没用了吧？他说那你工具送给我行吗？这小事。收生产资料哎，太聪明了。这其实是对的。老板娘如果再 hold 住这些工具，她还要找地方放。真的不出1个月，全给他做完了。完成了。完成之后顺利开业。这1个月，老板娘跟他像朋友一样了，天天请他吃饭。他说小伙子，真的，你不能饿死啊，对吧？你天天我翻老道，我天天到我这吃。只要不给工钱，至少老板娘管饭。过意不去。然后2个人就成为朋友了。那之后这家店顺利开业，就是说肯定是不出所料，老板娘到处给他宣传，逢人便宣传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好，以后找装修找他，绝对靠谱，绝对靠谱。
靠谱，有担当，有担当，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免费广告在帮他做。哇，这比你价钱是不是合理要来的？之后他说他历经整整忙了2年没停过。Oh my god！ 就那所有的商品都给他对，基本商铺都是他在做。哎，你也别说哈，就是在装修行业找到一个可靠的，哎呦，都是现在这个痛点啊。在他身上我学到一些东西啊，就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说人在逆境中，永远不要觉得这件事是对你是一个打击。你如果换个角度想，搞不好就是你机遇。这个是我在他身上学到很积极的一个事情。我做事很慢，我一直是慢性子，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本来一开始我觉得是不是太适合我，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很慢啊，怎么赚钱啊？然后我看他们都做得很快，上个灰板很快就弄完了。然后我有一天就跟我老板，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好关系了，我就说，我觉得好像这一行做这么久了，我都达不到他们有的新来的都比我做得快。然后他说，你只是你没看到你的优势在哪，我看到了。他说你很细腻做事情，那么装修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东西，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是你适合的，它不是你用时间堆出来的东西，精准度要高。对，精准度要高。他说，那你可以以后试着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你现在就安心做，但是到一定程度，就是说我会给你机会的。然后他不是这样空口一说，他真的隔2年之后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到时候了，是时候你自己把这些活包了自己做了。再次跟他就是联系得很紧密啊，我们中间等于是断联了几年之后，你居然有自己的公司了，对啊，然后你居然开始有自己的业务了，这是老天在感觉是我当时觉得说，我原先知道的Sean的性格，他不会这样子的。对，他怎么可能自己就我是个很我是个很安于现状的人，对，是这样的。慢慢的，可能比别人还要慢半拍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如果你的机遇到了，你的伯乐到了，他往前推，但是那个也还只是觉得你可以包，你有那么大胆量去。前一个就是其实是把我领进行，然后也带我学了，就是我的大部分技术是从他这边学的。首先让我意识到我是可以去相当于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项目来看待的，就慢慢我就后来又认识另外一个，这个给我影响更大，人生中最尊敬的一个人。他首先就告诉我一个做人的道理，你考虑的第一个事情是你考虑对方怎么想，而不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就是说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你说的是 customer。对，不光 customer， 它包括合作对象，倒过来站在他的角度成不成立？如果你是他，你同不同意这个合作方式？你愿不愿意？所以就我插一句，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比如我不管跟任何人就是说他赚到了没有？我经常爱问这句话。对方。他如果没赚到，他凭什么跟你做？对，他当时有一个大项目，他来跟我谈合作。但是他跟我谈合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我是劣势嘛，因为他拿着项目来，他有主导权，他又是行里的一个前辈，就从哪点来说，我都就不是应该是我有一个对等关系的，对吧？是这种状态。对。整体的一个宏观的操控是他，但是他说他看重的是我在细节方面的一些把控。就是说我包括安排工人安排是什么，因为我长期自己做这些小公司，我会安排到很细节，我会什么一颗螺丝都会，对吧？那么这是他觉得他欠缺的东西。通常大家谈一个合作是谈什么？谈前景，以后会赚多少钱，会怎么样。他上来就第一件事跟我说，我们先要考虑一件事情，既然合作了，就有可能亏钱，亏钱了怎么办？很多人合作说。为什么合作不好？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聊亏钱怎么？对，好像亏钱这些一说，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就谈不下去。我突然有一个感想，你看我这么多年，以及在国内在这里，我这么多年，我听他这个故事，感觉在听电视剧，就是一部电视剧在描述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就让我仿佛感觉已经不是很真实的，不是很真实，没错。其实这一入行就能遇到这样的人，真是幸运之幸运。不是每个人的入行都有这么容易的。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幸运是肯定的，
为什么有的人有如此的幸运？阿婆，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是吧？是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样。当你不经意的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 ready 好，你本身没有 ready， 接不住这幸运就擦肩而过了。没错。就是说，你第一个师傅，他为什么收你为徒？他看中你身上哪个点？因为你说了，我只干过3天。也许你的真实就是你的幸运之门，没错，开了一个缝了。你的这个本性，对，你让他觉得好难得，就像我交到你这个朋友，我会觉得好难得。你看，你我们这些感觉都是蝴蝶都飞来了。是的。还有一种幸运，它是这样，就是说你说哈，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咱们从小，比如说我一帮的小朋友、同学、发小。在那个时候，你就埋下幸运的种子了，你信不信？就是说，当你从小让人家觉得，不管哪一方面被人认可了，不管哪一方面，比如说你很实诚，你做事很诚实，因为你妈妈对你的教育应该是有关系，其实也很严格啊，嗯所以他就讲当然严格好，也许我们当时都没有交集，各奔东西去了，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他想到的谁，他可能想到你。处理过某件事情，他认为这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可靠，我想到你。所以有的时候幸运不是说你去撞遇到的，有时候是你有没有准备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其实都认为我们自己都在观察别人。其实我们都是被别人观察，也是被别人观察。同时，就是说你在做，你虽然只是做了3天，虽然你只是一个新手在这个行业。但是你做的事情的方式，你思维的方式，你的师傅都看着，他不一定会告诉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就出手了。还有人生这个东西是很奇妙，又回到那个大师那个玄学上面说了。你让我说一句话，就你刚刚讲的那个，就特别像，就是我在桥上看风景，桥下的人在看我。其实人生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可能是60岁。70岁发生了一件幸运的事情，可能他最早的 trigger，是在你5岁的时候，或者是10岁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种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说白了，它又是一个互相需要的一个结果。是的。但是呢，你要看得到，你眼光要这么远，没错，能够这么长，能这么宽。所以就是说，他也一方面是确实是幸运，就是说在我就刚跟你讲，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是，他觉得的幸运。如果说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不一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可能会换一种想法说。我当年是被人利用了，是这么样子一个，是不是？一个玻璃片在太阳下照着，你在那个角度跟我站的角度看到的颜色是不同的，没错，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角度，他会觉得说，哦，师傅你好棒哦，你给了我机会，你换另外一种人，他会觉得说。你呀 ，PUA 我 ，OK， 好，够可以。当他这种念头一想起的时候，他的运气戛然而止。他这边看到的是感恩，那边看到的是怨恨。是。同样一件事情，真是这么同一件事情。对，因为我就遇见过，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当时就说他曾经给他姐姐说，问他加拿大怎么样，也就好啊，然后他姐姐就来加拿大，来完以后。但凡有任何的不好，都是你当时的不好，都是你当时说的，否则我不会来。就是所有的，但凡他家庭，其实他很好，但是但凡有其中不如意的东西都有吧，对吧？一定是，所以你要这种，那你就运气自己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奇，就是我怎么入我这一行的。你说呀。就是我小时候是画画的啊，但出国之后，就是真正让我就是定下心来开始选择职业的时候，第一个需要感谢当时一个刺激我的人，各方面都搞定了，然后我自认为可以放一个假的时候，有人来督促我，就是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份体面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通过以前的职业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关系，
进入到当时就是像去做游戏，对，做游戏的那个做游戏美工这一块。对对对，因为我学的专业是那个 digital media，但是可能我认识他们太早了，就变成就是说，我知道他们的整个工作的状况是一个螺丝，就是一个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小螺丝。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会不会甘愿去做这个小螺丝呢？当时在我身边的很重要的人，他会提醒我说，哎，你好像更善于跟人沟通，你要不要尝试一下跟人沟通的职业？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立志我今天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就是这很简单。我今天出门，我明天必须上班，就这么简单。明天我必须上班，一个旅行公司工作的一个机会。然后当时那个公司还需要收300块钱的 training 的费用，300加币直接现金赎给你，但其实是违规的。我不能说违法哈，但是一定是违规的。但是我不管，我的目标是明天我要上班。EO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开始了。我相信所有曾经做过我老板的人都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嘿，原来有这么多的华人，他们很想做邮轮，但他们根本不懂。但很快有个契机，就是老板通知我，他把这家公司马上要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就成为了我一个机会，一个电话的 interview。然后我就进入一家只是卖邮轮的公司。当时在华人行业特别的稀少，因为华人当时在10几年之前搭邮轮是非常少数的，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半年之内我就开始跑欧洲航线，我也非常感激当时老板给我这样的这个机会，我也不想让他失望，我也应该没有让他失望。但是我这一批进去的人，只有我才能继续待下去，因为真的很辛苦，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可以半年都不来大一吗？辛苦成这样。如果说我们今天会讲到遇见，什么机遇的话，那我觉得我的遇见就是说我进入这个职业的一个契机和疫情，COVID 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对于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灾难，因为我从事旅游行业，COVID 是毁灭性的。尤其游轮啊，没错，直接毁灭性。毁灭到一个什么？就是说我当时跟我的身边的朋友形容，就是说，你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砖一瓦搭起来的一个城墙，一个大厦，就是轰然倒塌。困难，它就是一个机会，永远都是这样。是的，这是我一个人生重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 U 的转折点。天哪！如果没有那个，我何能有这个空闲去思考，我到底在哪个位置？我需要做什么改变？我到底想要什么？只有在那个 U 的我跌到低谷的时候，你才给了我一个空隙，让我喘一口气，回头来看。有的时候你说这遇见特别有意思，你没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你第一波接触的人，真的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你看好多人是这样，一来，你看我为什么会去做 PSW， 就是因为以前认识的人，好多人都是因为认识的人干什么，然后有这个，就今天过去信息没有这么现在这么透明啊，就都是口口相传，就朋友告诉你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口口相传，他想干，你那时候想干嘛？做披萨嘛。对呀、因为乔恩太想吃披萨了。对呀、我送披萨，做披萨，吃披萨，吃披萨，那老板都被我吃怕了。你应该感谢那个老板。那个老板他是一个政策的，他说员工来，每一餐你可以吃一个 slice 嘛，他就当你的午餐或晚餐。其他员工吃2天都怕了，没吃了，我吃1个月都不会怕。没吃过。没见过这样子，那不可能的嘛，这政策。人家本来给你，一般人就不吃了，这只有办法天天吃。所以你还可以为了你之后政策也变了是吧？不知道，后来我走了嘛。你说遇到一个人哈，真的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今天出来认识这么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其实有的时候会改变你后半生。你看，你要问我哈，
我在来出国以后，我最重要的遇见是谁，你知道吧？你们都没想到，你们都没想到。我想说谁，你知道吗？我想说EO。哦。再让我把手拆干净。你吓一下吧。我真的吓一跳。你问他，我跟他讲，他可能明白。确实有改变了。我这么大作用。别，你说就是不一定是你的作用，只是咱们是遇到了。遇到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实际上是就是我一直会去反省我自己很多东西。他现在不反省了。就在我这消化是吧？不是在你这消化的，我觉得也可以这么活。我原来跟你，我不是我们底色很像吗？是啊。但是我会否定我的底色。你让我很害怕。我会否定我的底色。其实我插你一句，这里就说明了每个人啊都是一扇窗户。看到不同人，你看到了新的风景。所以在这之前，我遇到的都是一种普通的遇见，就是说比如说我遇到这个行业的人，他说这个可以做，遇到这同学ESL 怎么读上哪里找工作这都是很没有改变我，没有最大的改变。包括做自媒体也是因为我自己去做，我没有受别人带领，对吧？你看我这么久走过来，我没有什么是被别人。因为一个人改变了我很多很多，那就是一直到了之后，我自己就是做自媒体以后，就是小小的算网红嘛，之后顶流，你现在是顶流，被人誉为顶流，分期是飞机，我当时不管怎么样嘛，就越发会有一种你不得不包装的东西，因为没办法，因为你做媒体，然后你自己都不能自洽的时候，因为所有人跟我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之前遇到的所有人跟我都不一样，就开始否定自己。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太另类了？我懂，是不是我？然后开始遇见，其实我遇见EO的时候，我开始还是慢热的，你都知道，我还是一种保留的态度，他也慢热。工作关系嘛，因为做电台嘛，那时候就是工作关系嘛。然后我还是慢热，他更慢热，你会觉得他。所以你还老跟我解释说，乔爷哪些不喜欢，哪些不想参与。因为不然他就不让我去了嘛。然后我就。不过那时候我跟他还不太熟。这样子啊。然后你看最后因为遇见了EO以后，我就会发现其实还有这么同频的人那我这样是可以的我这样活是可以的。谁说不可以？你告诉我谁？我自己说的不可以，然后就觉得可以的所以一下子释放了，我觉得我就释然了，我觉得特舒服耶。那我们还可以继续更有，是吧？所以你别看这很重要，对我能肯定我自己了。谢谢阿婆。我真是这样。那就像我遇到乔叔的感觉一样。就是眼里有光了，感觉吗？你遇到我那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是不同的感觉。好，我会不要误会了，别误会啊！阿婆今天这一通表白我就表白，忘记买花了，后面很支撑。在一起，就是我在遇到我们这个团体之前，我跟你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不被大部分人认可的外星人，然后大家都不懂我，然后我可能必须要孤立起我自己，或者要做一些改变调整来适应别人。或者说我对，就像上你说的，就是说我要么就是去融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去进入你们所认为正常的那个团体的交流的氛围当中，要么我就是坚持我自己的，但是我依然做不到的是第一项，好，但是能够看得懂的我的人，没想到那么快就出现了，在我对于这个世界失望之前，他就出现了。我跟上人是一个
成熟之后的第二次认识，对吧？对应该是成熟之后的，我们成为一个大人之后的第二次互相认识，重新认识了对方之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成为大人，在还有这会不会彼此。被误会啊？我们我们就是没有人懂我们，我们不用太担似乎是心啊一个外星人。我其实被全世界不管男人还女人都是好一帮神经病，一帮外星人，然后终于聚集到一起，我就很开心。那天有个观众讲是快乐的疯子，快乐风，我看，谢谢，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我终于找到看得懂我的密码的那个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 发自内心，我很感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生没谢谢大家。白活。你那是假的，我这是茶。你哦装样子嘛。来，这杯子不对，又不对了，又不对。形式不重要。他是把茶倒到杯子里面，是他倒错了，我是把茶倒到杯子，对呀阿婆不让我喝酒了嘛。不能喝了。阿公，说一说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遇见。如果没有阿婆跟皮皮，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肯定另外一个人。不仅是他们两个，其实所有我生命中遇到的人都在让我在转弯，不断的转弯。当然这两个是很突出的，毫无疑问。你一定要承认这么一个点。你生命中的，你甚至你父母做的一件事情，导致你都会转弯。不要说另外一个人的出现。你生命中遇到任何一个人从你的身边擦肩而过，都导致你的引力变化。你知道你一生中转了多少个弯吗？你数不过来。你转了弯你自己都不知道。实际上是可能因为我至少让他出国，所以包括他跟皮皮毫无疑问的，甚至转了巨大的弯，晕头转向了，自己还觉得得的呢，真的。是因为他原来对狗是恐惧的。我不跟你讲，我们要养皮皮，我们讲了多少，最后他不妥协，那是我跟那个先 PUA 他，然后他有很多附带条件的，你知道吗？他这种遇见很有意思，他是改变了你多少，你知道吗？你都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太大，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比如说我职位升了，我薪水涨了，然后我选了一个光辉的职业，不是这么简单。你小的时候遇到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你知道你人生会转多大弯吗？你可能就从向善变成了向恶，或者从向恶变成了向善。是，你不知道啊，人生的弯转到那里是晕头转向。对。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蝴蝶效应》，然后但是《蝴蝶效应》那个电影出名，其实蝴蝶效应本身是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什么呢？当时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在南美洲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方有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之后造成了美国的某一个区域一场飓风。或者温哥华涨大水也是这个造成的。有可能是。甚至对人类的生存都出现问题。你不知道是你造成的。你讲太大。哦，讲太大。那我们讲一下。讲自己狗。讲自己。我自己个就是说，其实我已经迷失方向了。你知道我的人生一路走过来，我们方向大概是东西南北中，还有上下，就算你能说出来纬度，对吧？但其实你看一个球形，它是纬度是无数的。你每变一个方向，再变一个方向，再变无数次方以后，你知道那个数是多么大多么大的。有个名人说的那句话，这个名人是谁？我都问一下ChatGPT。不，佛说。佛说。所有的遇见都是缘分，对吧？都是跟你产生关联的东西。我们都因为我们的人生的转变，我们的人生机遇的转变，然后放弃了很多东西，和我们觉得我们赢到了，我们得到了很多 extra 的东西。得失之间哈 ，yes， 有时候因为没有数据。有，
怎么了？三高变高了？有，我印象好深啊！阿婆，不是你上次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小叶，请你分享一下。怎么又到我身上？我怎么得罪你了？我花生米都给你了呢。花生米已经追他4颗，不够了。吃完之后我们就2清了。我还想搞2个。没了，你吃超的。哈，我是客人。人生得失还真是没法说。你不知道失去多少，又得到多少。顺其自然，我觉得是最大的得到。他是跟我们讲这些，我们凡人不懂有的没大的道理。他就喜欢讲。就很简单，讲数据还是讲个大道理。其实就是你在生活的感受，总的来说啊，先算一个总账。你感觉生活是还是比较顺的，或者是相对顺的，我觉得你就是得到大于失去。如果你今天觉得生活特别艰难，也许你得到的可能小于失去一些。其实这是有对比的。对呀。在有一些人看来，你就是特别艰难，你蜷缩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关键是自己。就你怎么定位？我以前经常开个玩笑讲，快乐是一种决定。你决定，我今天同样这个事情，我决定让他快乐，我决定用快乐的方式解决它。对你决定用快乐的方式过这一天，那也是都是你不一样的。觉得可以快乐的起来的时候。对，这还是你决定的。是的。就像你刚才像讲的，他的老板那个事就大了，我干了3个月，被人卷款而逃，有的人可能会因此消沉，甚至有的人都可以去走上犯罪的道路，就是说我怎样，我去讨薪，我去生活无招的话，可能就变成那样了。所以这是一种决定，或者倒过来，他觉得是社会报复了他，他要报复社会，是吧？是不是一种决定？就当你决定 ，OK， 我不计前嫌，算了，你逃了就逃了，我现在要利用这个，我重新再找回，咱们去找一个我们能切入点，就大家同是受骗的人，就包括那个老板，对，我们俩好起来，我们俩好起来，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合作，这就是你决定。就那天我走了，你看他特好玩，你看那个画面你没看见，他开着车，皮皮坐后面，然后手拼命挥老太婆，因为眼看着我走到别人的那栋楼里，那是一个笑话，会一直讲我一辈子。这笑话每次拿出来讲，大家都很搞笑。那如果你决定生气，那天就生不完的气，你看路都走不。正是经过我的努力，他留了下来。因为那天我如果不追上去，他可能就去了南美洲。昨天我跟他讲遗嘱的时候特好玩，我说我喜欢我死的时候你们大家都笑，因为就笑我曾经干过的那么多好笑的事儿，然后我一直在想象他可能会站在那个棺材旁边对我说一声起来不许装，我可能会扎死会爬起来。乔爷当年在出国之前是你们全家族的骄傲，这也算是。但出国之后，这个光环就没有了。他不再是骄傲，但他是自己的骄傲。但是我自己释然。我们先说一下家里人的反应吧。家里人肯定是不喜欢的。不是不喜欢，他是这样。刚出国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特别享受，讲起来人都不信，他真的很享受打 labor， 就到处跟人宣扬。其实很多人出来打 labor， 他是不愿意跟国内人讲的，所以他也是这种想法。你看啊，送披萨呀什么，他就觉得解放了嘛，因为你要知道他原来不是太快乐那种体制内。好，跟妈妈以及亲戚，尤其是妈妈在跟他视频的时候，那时候也有视频。我妈不高兴。背后有亲戚的时候，因为他是他们家的骄傲，人家背后有亲戚啊，你在加拿大啦，什么什么，他在这里应该是飞黄腾达。对，你怎么就跟人讲什么呢？我在这里打工啊，怎么打工还讲得很具体，妈妈脸上，我婆婆脸上立刻就她不想跟他说了，因为后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的快乐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要求你的妈妈、父亲、哥哥姐姐都跟你一样的那个感受，因为他们还生活在
那个状态中，他需要这个面子，他会觉得面子反差太大。就你要让他们舒服，你不是你自己讲的舒服。我们都能够理解啊，因为乔爷当年是复旦高材生。对呀，我们上海人都能理解复旦在那个年代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那个年代真的含金量很高，而且后来还又留学是吧？又回去，然后又当地的父母官都认识他，对吧？都觉得这很重要啊，要一个人啊，我们省里有这么个人。是。结果你想想看，最后你高兴的不得了，跟家人讲我怎么打工，你不用撒谎，但你可以不讲，可以吗？我只是关注的是乔爷当时的那个心态，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或者是哪怕我还没有到某一个，比如说加拿大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其实我想要追求的那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的心态是开心的，这是由衷的。有人问我，你多少年以后来加拿大以后，你有没有后悔过？我的答案没有，从来没有。包括到今天我都可以说，这么多年就是没有后悔。今天你更不会后悔了。当年的印象里面，就是 Sean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是属于一个苦巴巴打工，留学男生的一个代表人物。最早，因为最早什么技能都没有，从洗碗开始嘛。洗碗是晚上从9点开始洗到凌晨6点。然后回去洗个澡睡觉，到中午12点多起来上下午的课，下午上完课回来给室友做菜然后稍微弄，然后写作业又要去上班了。哎，为什么会彻夜洗碗？唯一我找得到可以不影响我上课的，因为他是晚上嘛。对。然后那他为什么晚上做这个，就是说生意特别好呢？他正好开在卡西诺旁边。然后卡西诺那帮人呢，到就4点之后结束嘛，4点之后卡西诺结束，他们出来饿死了，附近没东西吃的，就在他那，只有那个地方，你不可能跑出来吃麦当劳吧？6个6，还是6个6。当时在温哥华，可以有 license 允许后半夜开宵夜的没几家，那肯定，他就有这个资格，就是他打工的那一家就变成了我们当时半夜会聚会的地方。这份工应该算是我人生中我觉得做最辛苦的一份工，垫底了，没有比这个再苦。那你就不怕了。所以这之后我什么做外卖啊、搬家啊、洗车啊各种，然后那个 waiter 啊，我什么都做过。我们真的很艰难，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阶段里面。但是你想，你本来是可以去英国，完了以后你因为某些白月光时间 ，OK， 选择来了加拿大。你那个语文老师的妈咪是怎么说的？我很想知道这个，我真的很想知道。当时你家里面一点阻碍都没有吗？跟我白月光联系完之后，我不是一刹那觉得我要改变，我要去加拿大。但是我跟你想法一样，我在想，第一个难度就是怎么说服我妈。这肯定的，一定会有这么个巨大阻碍的。然后结果。我跟我妈聊的时候，我妈是最支持我的那个，我爸都没这么支持我。然后我妈跟我说，就一件事，英国和加拿大，不用想，肯定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有机会留下来。妈妈好清醒啊！天哪，英国不可能。的确是，没错。所以他当时马上就说，他说那你愿意加拿大就去。这就是我要感谢那个白月光，然后让我们都遇见你。不然我们就擦肩而过了。没错。满墙都是门，上的下的歪的斜的都是门。就是你这生命中任何一扇门一开，你从那里一转出去，你就是另外一个。什么叫大的点？个头。这样会小一点。哎，又。再转过来就更不行了。可以了，坐好。来，快点。来，你刚才说有问题，现在轮到你了。你们喝太慢了。我已经喝很快了。我加水了。你要不要加？让我还光脚了。我到了阿婆家就要遵守阿婆家那个规矩。阿婆家没规矩。不是我自洽的，就是说阿婆既然不喜欢看到袜子，我就不让她看到我的袜子，我把我的袜子藏起来了。人家是不喜欢看到脱下来的袜子，他还脱下来。我把脱下来的袜子藏起来了。
对，不是中庸之道，中庸，听我说我理解不了，我停，不是中庸。我想到了我这个被炸回来。那观众说我跟邵阳会是不是什么姐妹姐弟？那还有人说他们俩是父子。姐弟，我没事，因为观众看我们顺眼嘛，越看越像一家人。就是人老爱说民主自由，其实你怎么理解？没有纯的，不，他是这样。其实首先要给别人自由。我发现大家所讲自由都是给自己自由。你先对，这样子，这对吧？这个角度，对，窄的那个角是自己，宽的那个角对，你先给别人自由，你自己才会宽自由的才这么啊。宽吗我那镜头进不去嘛。 ？360度。我曾经一度很相信一句话，就是说世间本没有好男人，好男人都是女人教出来的。骄傲了啊！别打岔，别打了。很简单，2句话就可以把它收拾得服服的。第一句话，把碗洗了；第二句话，把袜子洗了。